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电动情报站，这里为你带来全球最新、最全的特斯拉新闻、股市动态与新能源行业解析。如果你想第一时间掌握特斯拉在自动驾驶 Robotaxi 电动车发展和股价变动的最新消息，那就记得给视频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节目了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4条重量级的特斯拉新闻，分别是马斯克与瑞安航空的嘴炮大战 ，Robotaxi 最大竞争对手 Waymo 的扩张，特斯拉汽车业务将被遗忘，但不是坏事。Robotaxi 车队达到新里程碑，用户抱怨明显下降。第一部分，马斯克与瑞安航空的嘴炮大战，先从一个非常有趣也带有争议的事件说起。特斯拉和 SpaceX 的掌舵人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引发热议，这次的对象是欧洲廉价航空巨头瑞安航空。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，瑞安航空拒绝在自家飞机上安装 Starlink 卫星互联网服务。按照新闻报道，这家航空公司之所以拒绝，主要是因为预算有限，航班时长较短，通常只有1小时左右，而且他们认为安装 Starlink 并不划算。然而，这却触动了马斯克的神经。他在 X 上发布了一系列颇具挑衅性的言论，其中包括“我真的很想让瑞安接管瑞安航空，这是你的命运”，以及进一步暗示，如果有可能，他会考虑直接收购瑞安航空，用一个叫 Ryan 的人替代现任 CEO。这一系列言论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广泛讨论和调侃。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一场嘴炮大战，更多是马斯克的一贯幽默风格，但如果深挖背后的逻辑，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折射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：马斯克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欲。Starlink 不只是一个 Wi-Fi 服务，它代表着控制全球通信和数据入口的战略节点。几年前，他收购 Twitter 并将其改造成 X 的过程，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，控制关键舆论与信息入口。瑞安航空的拒绝，在马斯克看来，可能象征着某种战略拒绝，因此才会引发他的强烈反应。Polymarket 根据最新财务数据显示，如果真的收购瑞安航空，概率大约只有 8%， 总金额可能高达360亿美元。这说明，即便言辞凶猛，实际收购可能性非常低，但不代表市场和投资者会忽视这一事件。事实上，在马斯克最近发起的一项民调中，受访者认为他应该收购瑞安航空，并恢复瑞安作为他们合法统治者的身份。这反映出公众对于马斯克玩笑背后的行动力抱有相当程度的幻想。所以，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焦点是，马斯克的言论绝非单纯幽默，他在测试市场和公众的反应，也是在展示他对战略关键节点的潜在掌控力。即便这只是社交媒体上的调侃，也足够成为投资者和关注者讨论的话题。对于特斯拉和 SpaceX 的粉丝而言，这种新闻虽然看似花边，但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观察马斯克行为模式和战略意图的窗口。第二部分 ，Robotaxi 最大竞争对手 Waymo 的扩张。接下来，我们把目光转向特斯拉的核心未来业务之一——机器人出租车。在过去几天里，Waymo 发布了最新的业务扩张声明，将其地理围栏在奥斯汀的服务区域大幅扩大。这一扩张使得 Waymo 的覆盖面积增加了 50%， 目前达到140平方英里，而在2025年7月，原先的运营面积仅为90平方英里。新的扩展范围覆盖奥斯汀及其大都市区的更广阔区域，向南延伸至曼查卡，向北延伸至 US 183。这些区域均由完全无人驾驶的 Waymo 车辆提供服务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些区域内，乘客无需安全监测员即可乘坐。这是 Waymo 一贯强调的优势：小而精，全自主。他们选择牺牲覆盖广度，换取运营稳定性和完全无人驾驶的成熟度。而特斯拉的策略则截然不同。在奥斯汀，特斯拉的 Robotaxi 项目依然在本地道路上部署安全监测员，尤其是在高速路段，安全监测员坐在副驾驶座，以便随时接管。这种模式虽然限制了完全无人驾驶的范围，但换来了更大面积的覆盖和车队规模化潜力。截至2025年底，特斯拉在奥斯汀的
Robotaxi 覆盖面积达到约171平方英里，比 Waymo 多出31平方英里。这意味着 Waymo 和特斯拉在机器人出租车布局上正走向两个不同的路径。Waymo 追求全无人驾驶的可靠性和精细化运营，而特斯拉更注重覆盖范围和未来车队规模的可复制性。尤其是随着 Cybercab 预计的发布，以及奥斯汀和湾区车队预计达到200辆的里程碑，特斯拉的布局显示出它赌的是未来全国性的规模效应。投资者和关注者在分析两家公司的战略时，需要注意，这不仅仅是地理面积的竞争，而是关于技术路径选择、风险承担方式以及未来盈利模式的本质比较。如果监管环境宽松，特斯拉的广覆盖策略可能成为赢家；如果监管严格，Waymo 的精细化策略或许更稳健。这也是为什么每次 Robotaxi 的更新消息都会引发热烈讨论和市场关注。第三部分，特斯拉汽车业务将被遗忘，但不是坏事。第三条新闻涉及投资者和分析师对特斯拉未来业务方向的长远预判。企业家兼天使投资人 Jason Calacanis 在近期一次播客中表示，他认为特斯拉汽车部门最终可能会被市场逐渐遗忘，而这并不是坏事。为什么会这么说？长期以来，特斯拉的汽车业务无疑是公司的核心亮点。分析师和投资者几乎每季度都在关注车辆交付、季度销量以及自动驾驶功能的进展。然而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，特斯拉的真正战略野心似乎已经超越了传统汽车制造。Calacanis 在访问特斯拉 Optimus 实验室时，见证了第三代 Optimus 原型的开发进程，并观察了工程师团队如何逐步推进 CEO 马斯克所设想的长期目标，将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作为公司未来几十年的主要价值来源。他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：未来人们不会记得特斯拉曾经造过车，而只会记得他创造了擎天柱式的机器人产品。马斯克自己也曾表示，他认为 Optimus 将成为公司迄今为止最大的产品，甚至可能带来比汽车业务10倍以上的价值。换句话说，汽车业务在未来可能只是一种现金流支撑，而真正的战略重点将是 AI、机器人和自动化带来的社会级别变革。这个观点对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去理解特斯拉的长期价值。传统汽车销量、季度交付和短期盈利可能在市场中逐渐被淡化，而关注公司在 AI、机器人和全自动驾驶领域的进展，则可能更贴近未来价值的核心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Optimus 和 Robotaxi 项目，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舆论中，都会成为投资者和媒体持续追踪的焦点。第四部分 ，Robotaxi 车队达到新里程碑，用户抱怨明显下降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条更贴近市场运营的消息：特斯拉 Robotaxi 车队在奥斯汀和湾区取得了新的里程碑，车队规模已达到200辆，其中158辆部署在湾区，42辆在奥斯汀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，因为在过去8个月里，关于 Robotaxi 的用户抱怨主要集中在出行可用性不足、等待时间过长。新里程碑意味着用户在实际体验上将明显改善，尤其是在湾区，由于车队规模更大，等待时间已经有了显著下降的趋势。特斯拉在加州的运营模式是将安全监测员放在驾驶座 ，FSD 负责导航，而在德克萨斯州，高速路段的监控由副驾驶座安全员掌控。这种灵活的布局既保证了运营安全，也满足了初期车队扩展的需求。更重要的是，特斯拉已经开始内部测试完全去除安全监测员的乘坐体验，这意味着 Robotaxi 正在逐步向真正无人驾驶的目标靠近。与此同时，公司计划今年将 Robotaxi 扩展到更多城市，包括迈阿密、拉斯维加斯和休斯顿等。这将进一步解决用户抱怨，提高服务覆盖率，并且为未来大规模商业化铺平道路。这一里程碑不仅仅是数字增长，它象征着 Robotaxi 项目正在从实验阶段走向成熟阶段。同时，它也回应了市场对特斯拉执行能力的质疑，技术和运营结合的如何，车队扩张是否可控，用户体验是否改善，这些都将成为未来投资者和市场判断特斯拉价值的重要指标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4条重磅新闻。
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价值，请务必点赞、订阅电动情报站，并打开小铃铛通知。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讨论。我是电动情报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